贞觀2年，天降大旱，百日無雨，長安城外民不聊生，餓殍遍野，甚至已有百姓易子而食。百日无雨，天降大旱，难道天要亡我大唐？方玄营，长安粮草还够支撑几日？回禀陛下，长安如今粮草只够1月之用。长安粮草已是如此，周邊各地郡縣又當如何？臣已命人四處調集糧草，不日就將運往長安。運糧無用，大旱之年，各地皆無糧，哪怕是從江南運糧，但水運因乾旱而阻塞，也是無法救急。如今之計，唯有強徵。陛下请下令，強徵各大世家存糧。你可若是强徵，会发生什么？各地已經亂了，長安城外甚至都已出現易子而食。夠了！袁天罡，你既為大唐相師，給朕算算，這幾日可會下雨？3月之內，難日下雨。難道說這是朕師兄求父的報應？是天要亡我大唐？朕不信天命。玄武門之變，朕奪來皇位，此次朕也能抗衡天命，加高獎賞。但凡能祈雨者，加封大德，賞黃金萬兩。大唐盛世，佛道昌盛。朕不信沒有能人異士為大唐改命。天降旱災，生靈塗炭，正該頻道救世。檢測到宿主救世宏願，道門香火系統激活。系統領取新手禮包。恭喜宿主獲得降雨術、旺氣術、掌心雷。以此降雨術，可令方圓10里便降甘霖。此次下山，貧道當具萬家香火，得大唐國運，成就此世真仙。百日無雨，這是老天爺不讓我們活呀！聽說陛下已下求雨榜，想來很快就……什麼求雨榜？大唐這麼多道觀寺廟，那些人一個個都是廢物，這麼久一滴雨都沒有。世間哪有什麼神仙高人？這是老天爺要殺人吶！唉，這裡可是不足長安10里，旱災都如此嚴重，看來大唐旱災已經極為誇張了。又來一個妄想接榜救世，不知死活的道士。仙人扶我頂結髮壽長生。這好像是真神仙。贞觀2年，天降大旱，李世民發布祈雨榜求雨，然已過百日，卻無人能夠祈雨成功。正值此時，葉南得道門香火系統欲以仙術救世顯聖。貧道求雨，無不應驗。這道士是誰？敢這麼說話？毛頭小子一個，也敢誇下如此海口？長得倒是清秀，可要說求雨，我不信。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，多少大德都沒能求雨成功，就憑你一個不知名的野道士，也想逆天改命，簡直是痴人說夢，就是等着看笑話吧。喂，你可知陛下對這次求雨極為看重？若是求雨失敗，你知道是什麼下場嗎？貧道求雨，沒有失敗之說。你這個道士倒是狂妄的厲害。我跟你說，就連當代道門魁首袁天罡大師可都說，此次大旱乃是天罰，求雨極難，幾乎不可能成功。你比袁大師還厲害不成？袁道友以風水術法相面之術聞名天下，功底深厚，毋庸置疑。但單論求雨之術，卻不如貧道。他說什麼？袁天罡不如他？這人瘋了吧？我沒聽錯吧？好大的口氣！俺老程倒要看看是什麼人敢說袁天罡不如他。原來是個毛都沒長齊的野道士，也敢在這裡大言不慚，不怕風大閃了舌頭？盧國姑可曾見過真神仙？俺老程什麼場面沒見過？南征北戰見過的奇人異事不計其數，可真神仙那都是傳說裡的東西，世間哪有什麼真神仙？
那卢国公可曾見過這招？這是什麼妖婦？世人只知世間有仙，但可曾見過真仙？真仙！今日算俺老成走眼了，沒想到你這個野道士竟然真有真本事。你既是號稱真神仙，俺老成今日就為你牽馬墜鐙，帶你入宮面聖。啟稟陛下，盧國公程咬金在城門口遇到一位道士，那道士自稱求雨必成，還施展了仙術。盧國公已親自為其牽馬，正帶他入宮面聖。真神仙？世間安有神仙？不過是些裝神弄鬼的妖道罷了。元清，你为道门之人，博览群書，精通術法，可曾見過所謂的真神仙？世間無仙，唯有求道之人修行到極致，可窺天地奧秘，卻終究難脫凡胎。但凡稱仙之人，皆為妖道，不過是借助旁門左道迷惑世人罷了。不知這所謂的真神仙，究竟是真有本事，還是一個裝神弄鬼之徒？陛下，盧國公帶那位道士到殿外了。裝神弄鬼，朕不信世間有仙，讓他們進來。朕倒要看看這妖道能什麼仙法。這妖道無非就是方士那一套，什麼仙生奪人，什麼大唐藥王。若此人真敢這般言語，當斬。一個想出名想瘋了的野道士，何須這般認真？杖斃便是。當真是貴不可言，可惜卻是不知何謂真仙。道長是說什麼？無事，進去便是。陛下，老臣這次可是找到真仙了。哼，狗屁真仙，一個嘩眾取寵的妖道罷了。妖道與否，卻並非是你說了算。你既為真仙，如何證明？這是此乃貧道所會的望氣術，此術可觀地理陰陽，察吉凶禍福，斷前途命運，可演諸般陣法聚合軍事，可演算國運，甚至於可以窺視未來。此等仙術當真是聞所未聞。窺視未來，好大的口氣！軍國公雖是貴不可言，但日後卻是難以善終。至於說陛下雖是前所未有的雄主，可日後卻也難免歷代君王的淒慘。放肆！朕倒要聽聽，朕晚年會如何，大唐未來又會如何？陛下的未來，一句話便可形容：大唐未來亦是如此。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？道長此言何意？便是字面意思。陛下既以玄武門為始，日後大唐當以玄武門地正法為主，甚至要比陛下當初還要更加淒慘。長安6縣，國都9000，女子篡國，這便是大唐的未來。大唐未來因而始，女子篡國之後，天子一日殺3子，妖言惑眾。太子李承乾溫順公良，安能有你說的那般未來？大唐未來難道真會變成那般模樣？就算天命如此，難道就沒辦法改變？自然是有。請道長教朕。何為香火？不同於佛教那般寺廟香火，而是以國運為香火，以天下功德為香火。若要逆天改命，第一時間便是需陛下焚香供奉。去焚香祭祀，有何之難？敢問道長所在道觀在何處？朕即刻便前往元陽。非是祭祀道觀，而是跪地供奉於我。放肆！陛下九五至尊，安能貴人？道長固然有神通，但陛下乃是天子，如何能貴他人？貧道只知供奉祖師，何來供奉自身？貧道所走便是此道。李世民，你若跪我，我可就事，亦可逆天改命。若朕跪你，你当真能改我大唐命數？可，若能得李世民鑲嵌气运供奉，掌握大唐吉运，必能擁有無數香火點。好，朕跪。陛下乃一國之君，豈能跪人？你這妖道到底是何居心？自古以來，便是有神仙之事，也未曾聽聞要讓天子跪地。
神权君授，道长这是要自比神仙不成？道长所修之道未免太过邪异，便是佛门也不敢言让陛下跪他。香火之道，就是需君主供奉。若陛下不愿，贫道也不会强求。但大唐之旱灾，大唐未来却是与贫道無關。人定胜天，老夫就不信大唐未来命数注定如此。够了，朕跪。但若朕跪之后，大唐命数无法改易，道长当知晓后果。准備祭祀大典，朕要以大唐皇帝身份供奉道長。今日朕以大唐皇帝之躯跪地祭祀，供奉道長，換我大唐未来。恭喜宿主獲得大唐皇帝李世民供奉，香火值增加1萬點。1000點香火值就能抽取1次獎勵，1萬點可抽取10次。不愧是李世民，香火值就是多，系統抽取獎勵。恭喜宿主獲得技能點橫1，恭喜宿主獲得萬木回春令牌，恭喜宿主獲得技能點，可以用來提升法術層次。萬木回春術可作為修行功法，靈石可輔助修行。這雷部建築令牌更可增強降雨術的威力。此次收穫倒是不小，而且伴隨日後不斷供奉，每日亦可收穫香火3點技能點。降雨術已提升至4層，不同於此前的10里降雨，如今當可令方圓100里下連綿暴雨，更可稱之為呼風喚雨之術。道長，何時可開始祈雨？無需祈雨，也不可能祈雨。陛下已跪，你卻說不可能祈雨，你當真以為我大唐可祈？道長何意？貧道何須祈雨？以貧道目前之法力，可令方圓100里下起那連綿暴雨，暴雨3日，便可讓百姓心生希望。而後一旦我之香火再度登盛，便可讓長安乃至大唐大雨連綿數十。道長，何時可降雨？今日便可。請陛下隨我移步城牆，召集城中百姓，以長安香火助我降雨。今日難道真能降雨？你以為陛下召集全城百姓是說笑不成？既然陛下召集吾等，必是有把握的。且看着吧。二哥，你說這人當真能招雨來不成？且看吧。若是此人能招來暴雨，日後大唐當是有變。道長，可以開始了嗎？时間當真有限，這便是仙術。敕令天定，風起雲湧。風起雲湧。起風了，真的起風了！這風來得好急。難道世間真有仙？可我佛為何沒有顯聖於世？妖術，這絕對是妖術！雲湧雷動，雷落雨來，敕令！真的下暴雨了，真的下了。從今往後，大唐徹底變天了。怎麼可能？這怎麼可能是真的？我佛何在？道門有仙，若我佛門沒人顯聖，日後佛門又當如何啊？這就是仙術，亦是我在此世立足的根基。香火並未提高半分，看來要想提升香火，還需要開吊觀，傳教天下。
叶南所获香火系统，乃是需要为人供奉，方可获得香火点。无论是针对他，还是他针对道观的供奉，皆可。陛下，这玉可否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朕今日得见仙君，乃是我大唐之幸，我李世民之幸。陛下过誉了，可惜贫道的香火之道尚未修成，这场暴雨也不过只能维持1个时辰。仙君但有所求，朕必倾力相助。我想请陛下帮我一个忙，贫道需在这长安立道观。区道观算什麼？朕明日便命令修建道觀。今日仙君當與朕同飲。大唐道门为何有仙？这世间怎么可能有仙？事實便是如此。此人憑空而立，呼風喚雨，此乃毫無疑問便是仙術，絕無虛假。道門仙君一出，我佛何在？佛陀為何不降？阿彌陀佛，傳令下去，全力尋找在世佛陀。道門既有仙，我佛門必有佛陀降世。佛陀若要出現，自會顯應，否則便是尋遍大唐，又能如何？如今真正的麻煩是，我們要如何對待這位仙君？如何對待？此人掌握仙術，我們能如何對待？除非引導輿論，將此人貶為妖道邪流。大唐百日大旱，陛下祈雨數十日，此前更是來大相國寺進行祈雨法會，可依舊未曾有半點雨滴落下。如今這位道人揮手便讓暴雨落下，我們怎麼引導輿論？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怎麼辦？難道任由此人將道門捧到至高無上的地位？我們日後就看道門的眼色不成？志遠，你為方丈，你說道如何？難。2個時辰，3枚靈石，萬木回春功便已提升至煉氣圓滿。不過，此前李世民所提供的香火點也徹底花完，只剩下這枚雷部建築令牌。本來還打算讓李世民建造一座道觀，如今看來卻是不需要了。而且萬木回春功達到煉氣圓滿，就可以催生萬物，讓人斷肢重生，或者是讓一個植物迅速成熟。這般術法卻是可險勝四方。畢竟大旱必是伴隨着饑荒，糧食是重中之重。仙長，陛下邀請您參加晚宴。仙君來得正好，待酒宴過後，我們便去龍池一賞花草。只可惜如今並未到春暖花開之時，否則那也將是一番風情。這有何難？我便讓那一池花草眨眼開花。此番倒當真為大唐盛世。盛世與否，卻要倚仗仙君。朕雖自認為是明君雄主，但若要大唐昌盛，卻還需依靠仙君之術。陛下何須這般謙虛？非是朕謙虛，而是大唐如今危機四伏啊！天降大旱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此乃內患。而在外，突厥、吐蕃、高麗、卜越、南詔皆不服我大唐，尤其是那突厥，更是蠢蠢欲動。既有仙君在，這些內憂妖患又算什麼？仙君以降雨之術可解旱災，以種種仙術必可強我大唐。幸我大唐有仙君，幸我大唐有仙君。看來我施展降雨術之後，他們對我倒是忌憚萬分啊。想來也是，李世民終究是雄主，怎麼可能沒有絲毫防備？天下之大，卻無我所求，貧道所求唯有香火。哈哈哈哈哈！仙君當真不同凡響，香火之事，明日朕必全力相助。此時，仙君可否陪朕去龍池一觀？朕倒想要看看仙君的開花仙術。請。朕這龍池雖比不得仙境，卻也是極為美妙。尤其是那桃樹，乃是數百里之外移植而來，其桃極為香甜。可惜此時卻是尚未結果。既是仙君在此，區區桃樹結果又有何難？
哈哈哈哈哈哈！仙君勿怪，此乃朕之爱女高阳公主。无妨，既是赏花，自是要花開親客。真乃仙法！来人，将桃树的桃子尽数摘来。今日朕予以重卿，便尝一尝这仙树所生的桃子。是。也不知万木回春宫催生的桃子有何功效？这桃子跟以往的桃子完全不同，有一种清香的感觉，似是仙境灵品。老魏，你的头发怎么变青了？这桃子难道还能返老还童？万树回春宫是真正的修仙功法，以此灵气催生，却是可令桃子之中也蘊含灵气，而灵气便可让凡人脱胎換骨。母後，你也吃一枚。这些年你的身体可是越来越差了。陛下常年征戰，方才需要補身。幸我大唐有仙君。仙君已起来了嗎？这就是古代權貴的享受，當真奢靡。你們是4胞胎，誰是姐姐，誰是妹妹？回稟仙君，我們是春夏秋冬，按照4季分大小，春最大。這是陛下昨日特意安排的法衣，一向是用來賞賜道家大德，還請仙君移步太和殿。仙长，可否開始祈雨？以貧道目前的法力還無法祈雨，若是想要徹底解決大唐旱災，需建立道觀。城北就有一處空赤的道觀，可為仙君所用。昔日舊觀如何能用？只是不知仙長要建造的道觀有何要求？10里道觀。10里，此等道觀最少需花費1000萬貫吶！仙君昨日方才說無所求，今日為何這般大興土木？哼，誰說這道觀需要你們來建？難道說仙長是打算以仙法締造？貧道所要的只是10里土地，道觀我可憑空建造。長安西郊乃皇家林園所在，正可為仙長所用。臣亦可請諸多道友來助陣。千古奇聞，大唐竟出了一個仙君。狗屁仙君，不過是妖言惑眾之輩，可不能這般說。昨日那仙君憑空漂浮，揮手烏雲蓋頂，暴雨傾盆，絕非虛假。哼，老夫不信什麼仙君，
江湖把戏而已。更何况，此人可是坏了我们的大计。此次大唐旱灾虽是天灾，但却也有人祸在其中。若非是五姓七方屯粮不放，大唐旱灾绝无可能到易子而食的地步。王族长的意思是，他不是所谓的仙君，那就让道门龙虎山天师试試他的水平。若他真拥有仙法，那么吾等想办法拉拢便是；若是江湖骗子，自有他的下场。今日陛下将跟那妖道前往西郊林苑，我需你当众揭穿他。一个不知所谓的江湖骗子而已，且看我如何揭穿他。县长，此地如何？此地倒是不错，距离长安也足够近，可引万千香火。此地不行，依贫道所言，那边当是更合适一点。此乃龙，这人是谁？贫道乃是龙虎山当代天师，仙长虽是降雨成功，但有些道家的规矩，仙长恐怕还是不懂。就比如今日，竟无一人召集同道进行露天法会，既要建造吊冠，怎能不禀报元始天尊？仙长乃是随性之人，这些事情不准备也是正常。你袁天罡并非正统道门出身，而是以相师这般外道入朝，如何能懂我们道门内部的事情？仙长此次不准备法会，是不打算做法会，还是不懂建造道观的规矩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本道不懂道门规矩又如何？那我就要问问了。哼！你是从哪个乡野道观钻出来的野道人？祈雨之术乃是堂皇正大之道，你一个乡野道人，如何得来的传承？如何得的仙术？又是师承哪一脉？得谁人传授？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受长生，道法天成的道理你可懂？反而是你这种人，自誉为名门正派，大唐贺灾不见你就是，险胜之时，倒是冒出来谈什么道门规矩，师承如何？果然是不知尊卑的野道人。龙虎山位居天下道门魁首，你怎敢对我如此无礼？陛下，切莫听此人胡言乱語，他必为江湖騙子。這龍虎山天師當真不知所謂。張軒，退下！我為龍虎山當代天師，道門之事，我如何不懂？請陛下立刻驅逐此人。祈雨之事，我龍虎山自有辦法。若你龍虎山真有辦法，也不會有百日旱災。天降災禍，非人力可為。昨日龍虎山祖師降夢於我，今日開始，我龍虎山必能迅速解決旱災。反而是這般鄉野道士，乃是應夢中祖道黑龍，乃是為惡龍。陛下若不驅逐此人，大唐必有大禍。愚昧！來人，給我把此人押下去。陛下明智。陛下，陛下，此人必為大唐禍害呀！陛下，真沒想到此人竟然如此無禮，只是想着他為龍虎山當代天師，或許能夠效助縣長。陛下，讓方圓10里的人都離開，貧道要讓道觀降臨。不急，臣這就安排。湖中歲月，袖裡乾坤。你这就是道家仙術。雨，下雨了，旱災已解。旱災未解，此雨只是雷部道觀的效果，唯有香火足夠鼎盛，方才能夠徹底解除旱災。香火鼎盛，便可解旱災。恭賀陛下！今日之後，世間當知我大唐有仙，
我大唐也將春秋鼎盛。吾等叩见先君。先君，不知何为香火鼎盛？若是朕下令让长安百姓权贵皆来供奉道观，可否迅速解决旱灾？凡事需心诚，供奉之事更是如此。便如同陛下此前跪地所跪的，并非是我，而是你自己的心。你想要让大唐变得昌盛繁荣，此心供奉方才有所成。此番雷部道观降临，百姓信服，自会香火鼎盛。只是如今香火不够，如何可得？诚心便是。心诚便灵，还可得先君馈赠。什么算心诚？陛下为九五至尊，跪地便是心诚。吾等或许需要奉献一些心疼之物。啊，明白了，原来是这么个道理。心诚则靈，俺老臣悟了，果然沒錯。速去將府邸的貴重之物盡數送來。國公們都回去了？他們肯定要回去了。這3日時間，他們可是差點把家底兒都掏空了。盧國公第一天獲得的鈴鐺，可令府邸清涼透徹。他大擺宴會，可讓其他人羨慕壞了。可曾還有什麼其他的神物？母後倒也得了一個神物，只是那物體卻不知如何用。何物？是幾粒晶瑩剔透的種子，有些扁，又有些長，散發着淡淡的香氣。明日將此物拿過來，我看看是什麼。先君，道觀的那些道士如何安排？就讓他們先擔任道觀的道童吧。那我便去安排了。30次抽獎，不知能獲得什麼。此前李世民跪地之時，就已獲得100枚靈石，如今再度抽到600枚上品靈石，築基之前卻是不缺資源了。神劍有靈，此劍便取名為赤靈，日後當以此劍御劍殺敵。此次抽取的技能點也都砸在掌心雷跟御劍術上。不對，如今已不能算是掌心雷，而是紫霄神雷。如今便是再度收集香火，成就真正的大唐真仙。先君，這便是母後獲得的神物。玉米？此乃玉米，或者說仙米。此物可彌補人身體的虧空，若是日日時時，更可洗髓伐脈。先君，此物要如何用？只需以靈氣灌注，便可讓其迅速成長。若靈氣足夠，可1日1熟。將靈石放置埋種玉米的土地上便可。觀音嫂，你往日身體不適，卻是需常服用此物。還是陛下更需要此物。每日成熟的玉米足有數斤之多，足夠你們食用。而且陛下不是要解旱災，玉米便可解旱災。先君是指糧食之憂，天災可解，人禍難解。此次大唐旱災固然是因為天災所致，但更多卻也有人禍的因素。五姓期望囤糧不放，方才導致百姓沒有糧草，而此物便可讓大唐從此往後不再缺糧。此物便是玉米，以靈氣灌輸，1日可1熟。所結之玉米皆可化作種糧。儘管這些種糧失了靈氣，但卻可為尋常百姓種植，1年4熟，謀產1000斤。先君，你說多少？謀產1000斤？陛下，有了此物，
往後大唐百姓將不再有餓死之人，陛下也將载律史冊。也不知道未来历史会如何評價朕。父皇雄才伟略，大唐如今更有先君，后世之人必将称赞父皇。如今贞观年间，也当为后世讚頌，甚至會稱之為貞觀先史。貞觀先史，陛下自當雄才偉略，只是此物陛下打算如何推廣，又如何限制世家奪利？世家猖狂，那只是因為朕不想再現隋末亂局。如今有先君在，他們若是再敢造次，朕必殺之。哼！列位看官，今儿个咱就來說道那大唐先君的故事。眾人皆知大唐有先君，卻無人知曉先君何樣。老漢有幸曾見過先君。那日，先君憑空而立，呼風喚雨，渾身散發金光，當真是讓人無法直視，宛若烈日。哈哈哈哈！你怎麼不說先君三頭六臂？那日我也曾見得，先君可沒那般誇張，只是其身朦朧，卻是讓人看不清。你那是巫僕，若是得見先君，你便知曉其真顏如何。哈哈哈哈！這些人當真是誇大其詞。若先君那般了不起，怎就不見先君滅了突厥？先君，此人乃是王室嫡子，武姓期望之人。突厥如今可曾肆意？父皇剛剛登基不久，國事艱難，世家不順，邊關突厥如今極為猖獗。我記得大唐萬家香火，自當護佑大唐百姓。若突厥來襲，貧道必亡。先君高義。哼，所謂先君，也難敵突厥百萬空閒之士。先君固是先，但大唐要強盛，卻還需天下人合力。一人之力，哪怕貴為先，又如何能抵擋突厥百萬空閒之士？你是何人？為何這般貶低先君？談何貶低？敢問先君降世以來，可曾為大唐謀過些許福利？不錯，他是降雨，讓民心振奮，但他可曾真正解決過旱災？沒有，反而是每日蠱惑人心。大唐國公都出盡家產，為其道觀供奉香火，甚至就連陛下都要為之跪地供奉。敢問，此君可算是先？先君，此人當真無禮，他難道不知國公供奉皆有所賜？先君此前更是催生玉米，為大唐活人無數。他為王室嫡子，自然知曉他所做的一切，只不過為了污我。流言蜚語最能殺人，可惜他今日卻是碰上了我。敢問爾等，如此種種，此先君可配稱之為先？孤姓期望，跳梁小丑，也配評價貧道？突厥若來，貧道自當護佑眾生，還輪不到你一個武姓期望的嫡子大放厥詞。找死！難道看不見這是王室的馬車嗎？凌雲，是誰？誰敢在長安城打我王室之人？你王室算什麼東西？什麼時候我太原王室都有人敢肆意侮辱了？給我打！今日就算是國公之子，我也要將你挫骨揚灰，以全我王室名聲。小心！你太原王室不可辱，貧道便可辱。你是那個先君？你王氏一族當真是不知死活，散播謠言也敢這般肆無忌憚。吾乃太原王氏二房家主，更有爵位在身，便是先君問責，也當不知死活。
仙君发怒了，這是天罰呀！仙君今日，你是想問我為何這般暴怒？單憑王氏所作所為，自然不配滾到暴怒。但若今日不這般做，往後事情卻是愈發麻煩。我就是讓他們怕，唯有怕了，才不敢有任何心思。肆無忌憚，肆無忌憚！他今日敢當众以雷法殺我王氏二房，明日當如何？以崔氏正氏，只怕也不會被他放在眼裡，甚至我們五姓齊網都是任由他宰割的豬狗。你能如何？自古以來雖有仙佛傳聞，但世間何時有過仙？天底下又何曾聽聞過如何對付一尊仙人？難道就任由他騎在我們頭頂？王氏家主說的對，今天他能肆意打殺王氏二房，明日安知不會打殺我們？別忘了，陛下可一直是想要打壓我們的，只不過因為我們昔日勢大，方才作罷。可今日势大的是他李世民，是那尊仙君。你們怕了，那你们猜李世民怕不怕？一尊不受束縛、肆無忌憚的仙，他李世民怕嗎？既是如此，便可從中下手，讓那尊仙君跟李世民徹底鬥起来。朕為何要怕？我大唐仙君自有仙威，惩戒一二把狂徒又算什麼？程咬金、秦瓊皆有萬夫之勇，難道朕也要因為他們的勇猛畏懼嗎？仙君對大唐而言，並非是威脅，而是利。無論是玉米還是項羽，皆是有功於天下。陛下何等人物，心胸怎麼可能那般小？我這不是怕父皇因為一些謠言跟仙君鬧僵嗎？你呀，真不知道你是擔心父皇還是擔心仙君。我自是擔心父皇。你來的倒也正好，我正有一事需詢問仙君。邊軍發來急報，突厥大軍於10日前匯聚突厥王庭，很可能會大舉南下。陛下，突厥來勢洶洶，如今邊境兵力空虛，可如何是好？有仙君在，朕便有底氣。你速去道觀，將此事告知仙君，詢問其意見。兒臣遵旨，這就前往道觀。陛下莫急，仙君定會護佑大唐，出手相助。朕知曉，只是突厥殘暴，朕擔心邊境百姓遭受苦難。目前香火值雖多，但是抽獎的不確定性確實太大了。若是能夠商城兌換相應的物品，貧道也能規劃好修仙路線，而非目前這般，只能等抽獎獲得獎勵。檢測到宿主香火信徒超過30萬，現開啟兌換系統，可利用積分兌換修仙秘籍、法器、修煉資源。系統具體如何兌換？只需宿主在心中想需要兌換什麼，便可顯示相應的兌換香火值。八九玄功，香火點相差太大，不予顯示相應香火值。說好的顯示數字呢？仙君，此次突厥南下，莫非極為艱難？不難，你且告訴陛下，貧道此次會竭盡全力協助大唐對付突厥。妾身代替父皇，拜謝仙君。這方才是御劍，此前抽取出來的御劍畫，雖也能御劍於空，千米之外斬敵首級，但終究只能算是術，而非真正的御劍。也不枉我花費1萬香火值兌換這蜀山御劍功法，有此仙劍之術，突厥南下之事也就不算什麼了。只是這御劍卻是法力消耗太大，還需在突破來臨之前將法力提升一些。可惜極品靈石的兌換價格在1000香火點一枚，要想依靠靈石提升太過奢侈。
万木成春功竟然能够让普通桃树沾染灵气，若是将此世天材地宝沾染灵气，是否能够化作仙药，助我修行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仙君一声令下，俺老程就将药铺的药材都收来了。仙君看看有没有能用的。这是草木成精了，真成精了！传闻人参娃娃吃一口就能延寿100年，亦可返老还童。不知仙君这个人参娃娃是何效果？这才是万木长春宫的真正用处。兑换的话，最少需要10万香火纸吧？这人参可没那般功效，最多不过是让人年轻一些罢了。哎，到了就知道了。魏征怎么都来了？何止是魏征，就程咬金那大嘴巴，你说现在哪个国公权贵没来？走吧，再晚了可赶不上了。都排队啊，一个个来，一箱药材换1株灵药。知道什么是灵药吗？看见没？暗伤瞬间修复，年轻数岁，这就是灵药，还是那人参娃娃1根须的效果。小人得志。誰讓程咬金當初給仙君牽馬？不然這好事兒哪裡輪得到他？仙君小人得淺，皆屬可以。還是靈氣不夠，這何首烏最多只能讓人氣血暴漲，擁有千金神力，太弱了，毫無用處。這可是千金神力，一旦誰吃下，誰家就多了一個天生將種啊！這算什麼？且看着吧。這個倒不錯，能夠斷肢重生，可惜對修行無益。殘肢重生還只是一般啊？難道說這些東西都是仙君隨手就可賦予的？敢問仙君，這些靈藥皆是可隨手為之？隨手可為，不過貧道一日法力，最多也就賦予100株吧。100株？如此神物何須100株？哪怕只是1株都能改變太多東西。俺老程這人參娃娃也是如此。那個誰，你快把此物獻給陛下。盧國光這是之前打算私藏啊？怎麼，你們就沒打算私藏？這些國公啊，自己一個個拿着藥材趕着送過去，卻無一人告知朕。陛下是怪仙君沒有第一時間找你，還是說長樂沒有第一時間過來稟？仙君行事自是隨性，只是朕有些好奇，這靈藥當真有那般神奇？剛才李密君可是說有肉白骨斷肢重生的靈藥出現。陛下若是好奇，妾身隨陛下去一趟便知。啟稟陛下，此乃仙君點化之人參，盧國公特來獻給陛下。還算他程咬金識趣。這是人參。啟稟陛下，仙君有言，
此物可使人重回青春，并且能夠延年益壽。而且，這等靈藥，仙君隨手就能造就。如今道觀已是堆滿了這般靈藥。隨手造就？这能夠讓人重返青春、延年益壽的人參娃娃，就這般隨意跑。何守言，父皇，今日仙君可是給我們了一個大驚喜啊！往後父皇母後再也無憂生老病死的問題。這靈藥可每日隨意吃。靈藥如何能這般肆意浪費？陛下，長樂也是為了我們的身體。仙君既然能隨手造就，便不算浪費。這靈藥不許外流半分。朕要以此來讓那些世家付出100倍乃至1000倍的錢財。這是自然，這種靈藥如何能便宜世家？嘿嘿，他們不是自修為底蘊雄厚，就看看能否買得起這靈藥。此次收穫仙君皆佔70%，往後若有任何需求，內度皆由仙君任取。10日之功，內洞天材地寶進取之，卻只能供我修煉到築基6層。還是此界的靈氣太少，天材地寶的功效不夠。哪怕有萬木回春功，依舊無法催生出能夠提升法力的靈藥。以如今的法力，卻是難以徹底解決突厥。你也想要殺敵，先見飲血，貧道卻是一直委屈你了。且用這元光劍看看突厥如何？聽突厥這幾日瘋狂打草谷，難不成真要南下了？狗屁打草谷，就是掠奪，殘忍的掠奪。我可是聽說了，北方旱災要比我們還要嚴重。這突厥狗是徹底瘋了，所過之處十室九空，可不是往日的打草谷。十室九空，突厥當滅。往日打草谷也就掠奪一些人，如今卻是屠村滅地，突厥該死！俺老成願掛帥前往邊疆，不滅突厥不歸。雁門關有藥師在，還無需你去。只是突厥屢屢挑釁，屠我大唐子民，卻是該如何應對？當然是打！這種畜生不打，不知道什麼叫乖。如何打？我大唐立國不久，突厥卻是早已完成一統。如今竭力擁有100萬空閒甲士，我大唐能拿出來多少人？30萬還是50萬？此戰不是我們想不想打，而是突厥必打。我大唐有旱災，突厥也有旱災。臣聽聞突厥牛羊早已餓死無數，綠地乾枯，他們唯有往南打，方才有生機。更何況我大唐今時不同往日，有仙君在，突厥何懼？速請仙君。哈哈哈哈哈！俺老成卻是忘了有仙君在，仙君出馬，區區突厥必滅。突厥野人信仰神靈，若見仙法，不知是何表情。不知仙君可否有把握擊潰突厥？貧道有一法術，名喚元光鏡，可洞察萬里。這些图騰，竭力這是將部落都召集了，他們果然是要南下。還有3個部落沒到，
不等了。此次会盟很簡单，便是我突厥之难。长生天告诉我，旱灾还有3月，寒冬更有暴風雪臨，牛羊將死，族人將餓死。雪災將至，旱災不斷，雪災將至。你們部落可還有足夠儲備？沒有，我們部落沒有，但我們可以搶，可以掠奪。大唐有足夠的物資，只要我們去搶，就可以活下來。沒錯，我們突厥是狼，如果沒有食物，自然要捕獵。而那懦弱的大唐就是獵物，他們不配擁有，唯我突厥勇士值得擁有。搶他們的，殺入大唐，掠奪一切。隨本汗殺入大唐。殺入大唐！突厥欺人太甚，真當我大唐無人否？臣請戰，願帶大軍出征，踏平突厥王庭。臣請戰。突厥以為他們是雄鷹，但在朕看來，他們皆是野獸、野狼。此戰，朕必要滅突厥氣焰，揚我大唐國威。不急，你速去安排，準備足夠的糧草，調集兵力，5日之後前往雁門關。此次由程咬金掛帥，秦瓊為副帥。臣領命。糧草若是不夠，就找世家拿。誰若敢不給，朕不介意殺幾個人，以儆效尤。諾。先君此次便隨軍出征，為我大唐殺敵，助我大唐破突厥之圍。貧道還需以物。先君儘管提，只要我大唐有的，哪怕是朕的龍椅，也可與先君。李氏一族供奉，百官叩首。貧道要以大唐國運供奉，破築基。僅靠雁門關還是不夠，還需調動。聽聞長安縣先君此次陛下更是派遣先軍前來支援，突厥當無憂。長安固然有先軍，但兵戈大勢，怎能指望一個所謂的先君？陛下登基過2年，竟也信了這鬼神之說。若世間真有先人，早該顯聖於世。先君之事不許再說，此戰唯有死守。大地巍巍震顫，大體轟鳴，戰旗林立。來了。那是什麼？貧道乃大唐先君，此戰當滅突厥。尔等便是雁門關的守將，誰是李靖？我便是李靖。貧道來此之前已跟陛下溝通過，雁門關一應守將均歸貧道統帥。接下來你們便是隨我出征，蕩平雁門關外突厥。竭力可汗已匯聚大軍，如今雁門關外突厥數量何止100萬，雁門關內將士不過10萬，如何蕩平？先君固然有所神通，能夠御劍而行，但敢問先君有何手段，能夠覆滅100萬突厥？敕令，萬獻。斬！祭司，刚才那是何物？41柄剑。我聽聞大唐出了一尊先君，難道此人真的有仙人手段？剛才那更是傳聞之中的御劍飛行，哼，怎麼可能？若大唐有仙，大唐還能跟我們簽訂渭水之盟？那究竟是什麼？
难道说大唐真的有仙人存在？敕令，万剑！斩！飞剑！贫道固然无法屠尽100万大军，但在筑基圆滿面前，区一個口函，卻是隨手可斬。這就是仙，這便是仙。大唐當真有仙了。大唐有仙，随仙君杀敌，滅突厥，開棺！滅突厥，隨仙君殺敵！有仙君在，吾等放開手殺便是。今日便讓這些突厥葬身於此。多謝仙君相助，大唐得以破突厥，仙君之恩，李靖没齒難忘。多謝仙君，多謝仙君！護我大唐，乃貧道本分。突厥已破，爾等當守好雁門關，護萬民安寧。末將遵令，定守好雁門關，護大唐萬民安寧。你們且隨貧道覆滅突厥。覆滅突厥！突厥已滅，仙君不過剛去雁門關7日，如何就……仙君是以御劍之術先行抵達，5日時間，突厥首領權貴皆滅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如此，突厥如何不滅？恭賀陛下！只是仙君如此功勞，當如何賞賜？伏擊，此戰突厥既滅，但若要徹底掌握突厥，卻還需勞煩你走一趟，替朕好好收尾。金丹若成，大唐亦將是貧道之道。